某安全卫士太难卸载了，某某管家装了就删不掉，某杀毒软件装上电脑就完了。在有关电脑安全软件的讨论中，经常能见到这样的言论。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？为什么曾经电脑必装的杀毒软件会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玄力99，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杀毒软件这么难卸载。首先，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，杀毒软件难卸载是真的吗？我的答案是真的，但并不完全是。目前的杀毒软件在卸载的时候，一般都会有比较繁琐的提示过程，比如说电脑管家需要先确认卸载，再填写反馈意见，等卸载完成后再次确认。金山毒霸首先是一个挽留界面，提供了常见的问题解决方案，点击继续卸载，需要确认是否保留恢复区，等待卸载完成后，最后是意见反馈界面。360首先是一个功能推荐页，点击继续卸载后是一个问题解决页，再次点击继续卸载，选择下一步会弹出意见收集页面，继续下一步，点击右侧的继续卸载，最后确认，等待卸载完成后选择再见，完成卸载。虽然比较繁琐，但通过软件的卸载程序基本上都能成功的把它删掉，现在几乎已经不存在没办法卸载的情况了。那么为什么安全软件要设置比较繁琐的步骤，让人难以卸载呢？我认为是有多方面的原因。一是因为国内 PC 软件的大环境导致，大部分软件都要再三确认并填写问卷，安全软件也不能免俗。二是因为安全软件有一定的特殊性，它们的作用是要保证电脑的安全，但保证电脑安全的第一步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如果随手把它拖到回收站就完成了卸载步骤，那这样的安全软件随随便便就会被病毒干掉。所以如360等都会提供完整的卸载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区分是用户在卸载，还是有病毒在攻击，妄图干掉杀毒软件。所以在卸载时要按照软件提供的卸载引导进行操作，直到卸载完成。三是安全软件都会提供一些额外的电脑使用工具，比如说360的各种功能和设置，统计出来可能有上百项，功能多了，如果对软件不熟悉，就会比较难找到，会经常存在因为找不到想要的功能导致卸载软件的情况。所以在卸载它们时，就会列出一些高频使用的功能，方便用户解决遇到的问题。部分软件也会发一个调研问卷，收集用户的痛点。那杀毒软件会存在无法卸载或者删不干净的情况吗？确实会存在。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分多方面来讨论。一是早些年确实有些软件存在手脚不干净的情况，但最近几年经过工信部的整治，这种现象已经大为改善。二是在部分情况下，软件的卸载程序会被破坏，比如说用某些第三方工具进行强制卸载，最后不但没有卸载掉，反而破坏了正常的卸载入口。也有可能是部分木马的蓄意破坏，导致功能异常。这类木马一般会伪装成游戏外挂、激活软件等，欺骗用户关掉杀毒程序后打开，趁杀毒软件被关掉时进行破坏。这种时候可以使用360系统急救箱等工具进行紧急查杀。有时也会和一些其他软件存在兼容问题，导致卸载程序被影响的情况。三是会有一些真正的流氓软件打着安全工具的幌子做坏事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是一个心术不正的开发者，我通过一些广告平台领取到软件的广告，安装某某软件到用户电脑给500元时，修改用户浏览器主页给200元时，用户每次访问给10元时，我为了赚取利益，就会开发一些流氓软件，隐藏在各种下载站、论坛。用户只要把我下载下来，我就会马上修改电脑的注册表，把自己隐藏起来，并强制安装各种软件到电脑，篡改浏览器设置等。即使用户发现后把我安装的软件卸载掉，我也会在下次使用电脑时重新装回去。由于安全软件、网页游戏此类内容的广告单价较高，所以这类流氓软件会喜欢挑他们下手。那么已经2023年了，还有必要安装安全软件吗？我个人的意见是，如果你对自己的电脑能力有信心，能够识别恶意程序，处理各类问题，那安全软件确实不是必要的。但如果你只是一个电脑小白，那我个人还是推荐安装的，确实能避免各种风险，内置的大量工具也能帮助解决常见的问题。这时可能会有人要反驳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尽量不要拿自己对电脑的认知套在其他人身上，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小白到底能有多白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玄力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